在今天的影片当中，我们会向大家分享5个在英国兼职赚钱的方法，每小时可以赚到15英镑以上，并且这些兼职对学生党也非常友好。和外卖店、餐馆、销售等工作不同，这些兼职工作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能力和经验，也没有对口语的要求，非常的简单，只要你有一部单车和能看懂基本的英语单词就可以。在影片的最后，我们会向大家公布这5种兼职工作中最少人知道，并且收入最高的一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一定要看到影片的最后哦。同时，非常欢迎大家在留言栏告诉我们你最想尝试的是哪一种。嘿，大家好，我是 Amber。嘿，大家好，我是小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在这里，我们主要向大家分享英国的留学以及生活，同时也会向大家分享在英国兼职和工作当中的经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请记得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点开这个频道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Let's start。 在英国打工，首先要确认你的签证有没有打工的限制。本科以及以上持有有效学生签证，每周可以最多20个小时，本科以下呢是10个小时，假期没有限制。具体的要求和限制，签证页上都会写明，请大家一定要先检查自己的签证上的要求。在英国打工不需要申请工作许可，但需要申请一个英国国家社会保险号 National Insurance Number。想知道如何申请 NI Number 的同学们，可以在留言栏告诉我们。感兴趣的人多的话，我们会专门做一部影片给大家讲解。 So the fifth one is Deliveroo. Deliveroo is an app and web food delivery service where delivery drivers use scooters and cars and motorbikes, but mostly they use bicycles. As a Deliveroo cyclist, you used to need to pay a £150 deposit, and you would get this back once you leave the job. And the gear includes your Deliveroo backpack, the fluorescent jacket, bike lights, helmets, and phone holder. But nowadays, the company provides a free kit. So let's have a look on the website. 好，首先我们要做的呢是打开谷歌，在里面输入 Deliveroo， 进入它的官方首页，在右上角选择 Partner with us， 选择 Riders， 这一步就是会带领你进入注册页。从这里的页面中，它给你列出了你需要的一些设备，比如说你的单车，或者是电动车，或者是开车，但是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骑单车是比较方便的。你这里需要一些安全装备，像是头盔，和你需要一部手机，以及你需要向他提供你在英国可以工作，就是你的 Visa 页，还有你必须是年龄满18周岁以上。现在呢，他会给你提供免费的一些装备。接下来这边向你展示了，如果你在 Deliveroo 当外卖员的话，它是如何工作的。你需要下载一个它的 Rider 的一个 App， 如果有新的订单进来的话，它会推送到你的手机上，并且指示你一步一步的先去取单，以及送到客户单的地点，以及到最后完成，都会显示在你的 App 上，所以是非常的人性化，你不需要去担心找不到路，或者是找不到餐厅的情况。这里向大家展示了一些常见的问题，比如说我需要什么要求。在这里，大多数留学生来说，唯一的要求是你需要能够向他提供你在英国能够工作的证明。如果你是本科生，你最多只能每周工作20个小时，并且这不能累加，不能说你第1周工作10个小时，第2周就可以3个小时，不行，它每周只是不能超过20个小时，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并且你需要一个英国的账户，它可以把你的报酬打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如果是 insurance 保险的话，大家不用担心，骑单车一般它没有什么保险的要求，它是针对骑电动车和开车的 driver 来说的。那么在 Deliveroo 工作，你具体能够赚到多少钱呢？ Deliveroo pays £7 an hour, plus £1 per delivery, but now they're offering an alternate format where you're paid between £3.75 and £4 per delivery, depending on where you are in the country. How much you make really depends on the time that you're doing delivery, so time of the year and also time of day, and also your location. In general, you should make about £4 to £8 per hour. 第4名 Uber Eats。
Uber 大家都知道是之前像是滴滴这样的代步车的一个很大的平台，它现在呢也推出了外卖服务，和户户送非常相似。你只需要在网站注册，并且下载它的 App， 成为你的 Rider 之后呢，它会在手机上推送订单，你只需要到餐厅去取单，并且之后送到 Customer 家里就可以了。在 Uber Eats 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和户户送不太一样。Deliveroo 你需要去 book 一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内你才可以工作，并且你会得到相应的报酬。但是在 Uber Eats 呢，它的工作时间非常灵活，你想要工作的时候，你就点 App 上的 Start， 那它就会开始给你发送一些订单。不想工作或者是累了，你只要按 Stop， 它就会停止给你发送订单。所以对于学生来说，他的工作时间是非常灵活。你比如下课之后，我有几个小时没有事做，那我就可以去接一些单，赚一些零用钱。像是周五的晚上或者是周末的早上，这些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因为那个时候会是最忙的时间。工作时间灵活是 Uber Eats 一个非常大的优势。那具体是如何工作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Let's have a look at the Uber Eats website to see how easy it is to register there. Find the Uber Eats website, and then easy peasy, you click on the menu over here and sign up to deliver. So it says your vehicle, your time, and it talks about flexible working, and you can get pay very easily. And so there's 3 main steps to get started with making deliveries. And it's very easy to get signed up. So you sign up, you add your personal details, and select the vehicle that you're going to use, bicycle, motorbike, scooter, or car. Then you submit your documents, and you need to make sure the document image is clear, all text is readable, and all 4 corners of the document are visible. And then finally, you complete a background check. Now this next part, making sure your background check is properly accepted, this can take a few weeks. So this is the longest part of the process. 那么在 Uber Eats 兼职到底可以赚多少钱呢？每小时按照平均来说，大概可以赚到7到10磅，当然也是取决于你居住地和你工作的时间，周末一般都是会比平日会繁忙一些。第3名 Stuart 和之前2个送外卖的 App 有些许的不同，因为它一开始是只和一些商家合作，就是可以在1个小时之内把顾客买的东西送到他们手中，所以你需要接触的呢，可能并不是一些外卖店或者餐厅这样的 business。那我们来看一看是如何注册的吧。成为他的送货员，在这里呢也列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注册方法。你需要是填入你的个人信息，以及你的地区。它的申请过程和 Uber Eats、Deliveroo 都非常的相似，你也需要提供你能够工作的证明。但是在 Stuart 这个平台非常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会确保你有一个 hourly rate， 就是如果你这1个小时没有接到任何的单的话，它也会付给你一个底薪，而且它的时薪还是不错的。对于学生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就是即便你在这个时候，你周围可能也会有很多的 rider， 竞争压力非常大，可能呢这1个小时你1个单也没有接到，但是在 Stuart， 如果你在那个小时是你的 slot， 那么你就不用担心不会收到任何的报酬。For Stuart, you can also deliver alcohol, and so it'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you need to make sure you never deliver alcohol to people who are underage. You always make sure you check their identification so that they're at the right age so that they're okay for taking the alcohol off you. 这一点大家需要非常的注意，因为如果你在英国贩卖酒类给18岁以下的人呢是违法的，所以你如果去送一些酒类，比如说像红酒之类这样的物品，一定要记得检查他们的 ID， 来确保他们是18岁以上。第2名 Delivery 呢，我觉得是大家可能最少听说过的一个，我也是今年才知道。它是一个帮助顾客去买一些日常用品的平台，和之前的一些 app 不一样，你之前只需要去商店或者是外卖店之类的去取单，之后送到客户那里就可以了。但是 Delivery 呢，你需要亲自的去超市，像 Tesco、Lidl、Sainsbury 这样的地方，你去按照他给你推送的清单一样一样买下来，之后呢，平台会把
你的差价去补给你。对于学生来说，这个平台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你可以在你平时购物的时候也可以赚钱。也就是说，你平时可能本来就要去超市买一些日常用品，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再可以去送几单，那么你可能把你这一周的菜钱就节约出来了。根据你的送单的速度不一样，它也会有一些 bonus。当然，就是越快你能够在你得到这一单的基础上再加一些 bonus。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你一定要记得把你的小票收好，因为你之后会用你的手机在平台上上传这张票据，之后它会返给你差价，一定不要弄丢了。在 Delivery 到底能够赚多少钱呢？平台给出的参考价格是你每小时可以赚到7到20磅的时薪，所以对于之前的几个平台来说，我觉得这个是赚的最多的一种。Now we're on to the first one, which is Amazon Flex. For this one, you can only deliver with a car, and you deliver packages to households. The standard hourly pay is between £13 to £15 per hour. This is quite high according to the website. However, you need to drive to the warehouse in advance, and you won't be paid for this journey. The distance to the warehouse can vary quite a lot. Sometimes it can even take 1 to 2 hours to get there, so that's something you really need to bear in mind when you're doing this. Slots can be really quite competitive, so you always have to book in advance as well. 那这5名当中，每小时的时薪呢，我们会在这里列出来给大家展示。那么对于学生来说，一周工作20个小时可以赚多少钱呢？从第5名到第1名，具体每周工作20小时可以赚到这么多钱。如果按照1个月算的话呢，最少可以赚到320磅，以及到最多1600磅不等。对于学生来说，这可能足以 cover 到所有的生活费了吧。A smart way to get more money from these different delivery methods is to register with multiple different platforms. And so you can really pick and choose when and where you can do the deliveries for what suits you. But you need to remember, you need to make sure you can manage all this. And when you reject an order on one of the apps, they might charge you a cancellation fee. So be careful. 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做法。从这5名当中呢，我个人觉得能够时薪赚到最多的是 Delivery， 但是呢，时薪最有保证的是 Stewart。当然，这里首先要注意的一点是，一定要注意骑单车的安全。在英国骑单车可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Remember, if you're doing deliveries on a bicycle, be safe. So that means wear a helmet and, of course, lock up your bike if you're outside a shop and you're getting that delivery. Because the last thing you want is for someone to steal your bike or for you to fall off the bike and hurt yourself. So gloves are optional, but always make sure you wear your helmet.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riding a bike in Britain, please leave a comment, and if enough people are interested, we'll make another video. 在英国坚持赚钱很不错，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要耽误学习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请给我们点一个赞。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请记得点击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你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拜拜。